大家好，我是 Van。我的家是一个30平米的房子，虽然是出租房，但是仍然觉得舒适又温馨。因为家中的空间有限，所以为了不让杂物堆积，除了必要的断舍离之外，合理的收纳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。那这期视频我会分享下我是如何优化家庭空间，让我的小家越住越大。1. 避免过度收纳。对于极简或者空无一物的生活，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收纳，于是买了很多的收纳盒，把家中那些乱七八糟的物品统统收起来。但随着物品的增多，总有一天收纳盒也会被塞满，原本的问题又重新暴露了出来，杂乱的空间不仅没有解决，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。收纳并不是为了囤积物品，而是为了存放必要的物品。如果没有对自己的空间进行断舍离之前就盲目的收纳，并不能解决问题，时间久了反而会造成物品的堆积，甚至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的收纳方法是建立在断舍离的基础上的，我会经常检查自己的东西，判断哪些是必要的，哪些是可以断舍离的。即使添置新的物品之后，我也不会着急购买储物盒，而是优先使用现有的储物空间进行整理，并且我不会让收纳空间塞得太满，最多让物品占据收纳空间的70%，保持一些留白。如果超过70%，那就说明有必要对这部分的空间进行整理了。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，你会发现原本这里是有个收纳箱的，但是经过不断的精简优化之后，箱子里的物品一件件的被断舍离，直到这个收纳箱也被我舍弃掉了。所以拒绝过度收纳，审视每件物品，不需要的就果断舍弃，而那些需要经常使用的才是应该真正留下来的。2. 物品电子化。每个人的家中都会有一些家用电器，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。这时候，像电器的说明书就派上用场了。虽然使用的频率不高，但是仍然是必要的。因此，我将一些电器的说明书进行电子化，这样既不耽误查阅使用说明，又可以减少文件占据的空间。除了说明书之外，我还推荐大家把病历电子化。我会把医院检查的病历报告用手机扫描成一张张的图片，然后再整理成一个 PDF 文档，保存在手机上。这样，当我需要以往的检查报告时，不用再回家找那些纸质文件，只需要在手机上就可以查看，真的是非常方便。另外，我想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爱好。我之前喜欢收集一些旅行的票据，像是旅游景点的门票、电影票以及飞机票。曾经我也对这类物品恋恋不舍，迟迟无法下定舍弃的决心。但是当我将它们电子化之后，内心纠结的感觉也最终轻松地摆脱掉了。之前没有舍弃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办法收纳起来，总想要收藏之后，我肯定会时不时翻看。然而现实情况却是，我翻看的次数少之又少，几乎没有再认真看过。所以后来发现，我对这类物品不舍的是我的回忆，总担心我把那些票据舍弃之后，美好的回忆也会跟着一起被丢掉。但现在我会觉得，旅行的意义不是物品，那些最美好的回忆其实一直在你的脑海中。将物品电子化之后，也着实让我开心了很多。3. 合理购买纸质书。我是一个很喜欢纸质书的人，看到一些漂亮的书，总是很喜欢那种拿在手上的感觉，以及可以闻到纸张翻动时油墨的气味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囤书的爱好？看着书架上一排排的书，会很有满足感。虽然一本书不大，但是一本本累积起来之后，就会面临存储的问题，并且囤书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，它会让我失去阅读的兴趣。所以当我有想要读的书，我会首先阅读电子版的书籍。我有个 Kindle， 像一些出版物都有试读版或者电子版，
当我读过电子版之后，我才会决定是否有必要购买纸质书籍。判断的标准就是这是本我很喜欢，确定我以后会反复阅读的书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买一些只需要读一次或者一次都不想读完的书，避免资源的浪费，并且可以避免占据有限的书房空间。4. 越少越美好。对于一些日常使用的物品，我一直保持着一个就好的习惯，比如我只有一套床上4件套。我会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把床单、枕套、被套清洗一遍。因为有外晒区域，所以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干了。晾干之后的床品直接铺上，减少收纳的环节，并且相比从柜子中拿出的备用床品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晒过的床单会有一种温暖蓬松的感觉，非常舒服。除此之外，我只有一个水杯，之前我的那些多余的杯子也被我通通丢掉了，没有那些多余杯子的困扰，喝水这件事情也变得越来越简单。而且最近我把原本的洗洁精和洗手液也舍弃掉了，我尝试用液体皂来改变原本的生活习惯。液体皂既可以用来洗碗，又可以作为洗手液使用。原本的2个瓶子被我合二为一，因此厨房的台面空间也变得更加整洁。以上就是关于小户型的空间魔法。其实你可以发现，极简生活的关键不是研究如何收纳，恰恰是为了避免收纳。因为只有当东西少了，物品精简之后，即便是小户型，收纳也不再是问题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你的小家真的越住越大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妨关注一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